今天福宝的大别墅里又添加新的丰容了。这2天，福宝的生活越来越安逸，不仅吃上了久违的家庭大水粉，今天奶爸又给福宝安排了许多的丰容玩具，而且奶爸选择的丰容玩具明显都是动了很多心思的，没有采用塑料玩具，都是自己手工用竹子进行制作的。天然绿色的竹子既没有甲醛，同时福宝也可以放心的啃咬。今天下午，福宝来到园区时，发现了奶爸给自己安装的小玩具，竹笋都没来得及吃，径直来到树前玩耍奶爸安装在树上的竹子丰容。可以看出，福宝现在真的很喜欢玩玩具。福宝直立行走的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就连园区外面的保安大爷都被福宝这一模样给吸引。奶爸给丰容的高度挂得刚刚好，这不会让福宝轻易够着，这可以让福宝玩很久。福宝在玩耍的同时，还能练习自己直立行走时的平衡能力。这一动作主要锻炼福宝的后肢，这样可以锻炼福宝的后肢更有力气。福宝在丰容的2棵树之间来回挪动，福宝扶着小树或是自己的假山，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后，伸手去触碰丰容。不过每就要抓住时，福宝接着就坚持不住了。福宝试着爬到树上去拿，但是奶爸给这几棵小树都包上了用来保护树干的塑料膜，这是因为这些小树还都比较小，可能扛不住福宝的折腾，塑料膜太滑了，福宝根本抓不住。最后福宝思索了一会儿，选择了放弃，因为硕大的园区有的是可以吸引福宝注意的东西，尤其是隔壁的河。最近福宝像是和草河接上了某个频道，最近姨姨们经常可以看到福宝和河隔着墙壁交流的模样。河最近还喜欢爬到自己的小亭子上，就是不知道河这个样子是不是在看福宝，毕竟河也正值活力旺盛的年纪，隔壁有只大美熊也很难忍住不去看。福宝转了一圈，回到了自己的小亭子上，一个翻身给自己调整到了最舒服的位置。福宝的下午茶时间就这样开始了。江爷爷做客韩国综艺节目时，主持人放映了福宝回国后进行简易隔离的地方，也就是我国的卧龙神树坪基地。江爷爷对我国的风景气候连连夸赞，并跟嘉宾们进行了讲解。因为江爷爷在接爱宝和乐宝去韩国时，在我国待过一段时间，当时是3月份左右。江爷爷表示，那里的山远看就像是雪山一样，每座山上都是白雪皑皑的样子。江爷爷还表示，神树坪基地气候非常凉爽，甚至还推荐夏天可以去那里旅游。江爷爷这也是为我国神树坪基地打广告了，给韩国人民安利了一个夏天旅游的好去处。而大熊猫们居住在这里，夏天不会感觉到炎热。而紧接着视频中，我国神树坪基地的真实面貌便震撼了在场的嘉宾和主持人。全套式的建筑设施让大熊猫们有着非常优越的居住环境，而且不久前回国的小奇迹也住在这里，现在每天都是无忧无虑的样子，让人看了都感觉到很治愈。江爷爷幽默地表示，如果福宝和小奇迹做邻居的话，那福宝得用英语进行交流，不过用川普应该也可以。你好，我叫小奇迹。你好，九老爷，我是福宝。而小奇迹和福宝还是亲戚关系，论辈分的话，福宝管小奇迹叫舅老爷。虽然小奇迹年纪不大，但是辈分很高。主持人好奇地问江爷爷，这种情况下，福宝和小奇迹会因为血缘关系相互吸引吗？江爷爷表示，这个问题有点超纲，但按人类社会去思考的话，福宝和小奇迹之间的血缘关系并不清楚。江爷爷看着视频中基地里的熊猫表示，这样看的话，福宝在他们中间算是干净的。看江爷爷这个样子，很是替福宝感到骄傲。虽然福宝回国后，江爷爷便不会再轻易见到福宝，但是相信有关于福宝的消息，江爷爷会比任何人都上心。因为这4年的时间里，爷爷和福宝是相互成就的，彼此给了对方无数的鼓励与爱，真心换真心。而且对于福宝回国，江爷爷还表示，希望福宝回国后不要改名字，因为福宝的名字是在2国粉丝共同投票下决定的，希望福宝回国后能够继续叫福宝。福宝下班，宋爷爷来到园区为乐宝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宋爷爷看到一只歌宝，宋爷爷用气势将其吓走，然后继续进行收拾，顺便还和歌宝说了声再见。想了想，还是再也别见了，毕竟歌宝总爱欺负乐宝。然后又和游客们打了个招呼。与此同时，江爷爷这里正在为福宝收拾竹子。有游客问爷爷，福宝大概几点出来？爷爷表示，福宝刚进去，大概要3、4点左右才能再出来，而现在才上午10点。姨姨表示很倒霉，刚排上队又要重新去排了。而江爷爷这儿给福宝检查了一下园区，用刚才收拾好的竹子为福宝清扫了一下小木床后便离开了。江爷爷打扫完福宝的园区，姨姨一回头发现江爷爷来到了乐宝园区，江爷爷还真忙。这时江爷爷的手机还来了电话，江爷爷一边接电话一边忙碌着。而姨姨离开后再次重新去排队，这人山人海的景象真是辛苦姨姨了。
等依依重新排上队后，福宝此时正在园区散步。福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又一圈，但对小亭子上的竹子却丝毫没有提起兴趣。最后，福宝来到通往室外的门口前，看来福宝是想去室外爬树了。福宝最近喜欢上了秋日里的感觉，但福宝发现爷爷没有给自己开门，福宝便又气呼呼跑了回来。等依依弟不知道多少次再来时，福宝终于心如所愿的来到了室外园区。福宝坐在树顶，吹着秋风，晒着太阳，看上去就很安逸。福宝今天正在树上睡觉，此时宋爷爷来到园区，将自己之前收集好的落叶全部倒在了小亭子和小木床上。这也是福宝在韩国最后的一个秋天。宋爷爷来到小亭子上，抬头看了一眼树上的福宝，心里想着等福宝醒来后一定会很喜欢吧。一会儿，福宝从树上醒来，看到满床的落叶后，开心的围着园区跑了一圈。福宝来到饮水盆前喝了会儿水，然后又踩着饮水盆走了过去，给小泳池里的水沫打散。下一秒一个加速，一头撞进了爷爷之前堆放的落叶堆里。福宝对其一顿拍打，释放着内心的兴奋。小亭子上的竹叶玩完后，福宝来到坡上，在坡上打了个滚儿，然后走向了小木床上的落叶堆。软绵绵夹带着沙沙作响的声音，给福宝兴奋坏了。两个狗刨一个翻滚，直接给小木床上的落叶破坏完了。福宝玩了一圈，又来到了树上。福宝在树上蹲坐了一会儿，下一秒福宝看到通道门打开，迅速从树上下来，用自己最快的速度跑向门口。看样子什么礼物都比不上让福宝下班回家。哇哦！宋爷爷在福宝上班时来到园区找福宝玩耍。现在福宝的身上看上去很干净，但殊不知福宝早上却被爷爷批评是麻烦蛋了。早上宋爷爷在喂福宝吃小苹果，顺便问了一下福宝的手臂上为什么沾满了青团，问福宝昨天晚上是睡在自己青团里了吗？爷爷绕到福宝的后背看了一下，后背上也被沾满了青团，画面惨不忍睹，而且身上还有许多的水渍。宋爷爷表示，昨天福宝吃竹子时不小心用竹子碰到了水龙头的开关，水渍掺杂着青团，让福宝痒痒的。看样子一会儿爷爷不仅要打扫福宝房间，还要给福宝擦拭一下身体。爷爷说福宝是个麻烦蛋，而与此同时，爱宝和熊猫宝宝的房间干净的就像是两方天地。爷爷走到辉宝身边，为辉宝清理了一下身上，小屁股和小脚丫也要仔细擦拭。擦完身体后的辉宝躺在地上，像是一个软软乎乎的年糕。一会儿，爷爷来到室外园区找福宝玩耍。爷爷对福宝说自己最喜欢的季节来了。爷爷问福宝秋天的竹子好不好吃，福宝用行动回答着爷爷，一口接着一口。看完福宝后，爷爷来到爱宝房间，辉宝此时正趴在妈妈怀里吃奶。现在辉宝吃奶不用给其扶着了，反而是爱宝需要扶着旁边的栅栏，因为喂奶也是体力活。辉宝吃着吃着发现没奶水了，辉宝瞪大了不可思议的眼睛。不过辉宝很快又给自己找到了另一个。爷爷走近查看，发现辉宝给爱宝身上吃的脏兮兮的，爱宝肚子上沾满了奶水。辉宝吃完奶后，爷爷拿来纸巾为辉宝擦嘴，但这纸团有点夸张了。给辉宝擦拭了一下身体，爷爷将体重秤搬来给辉宝测量体重。辉宝见到体重秤后有点激动，表示又要被暴露自己的体重了。辉宝毕竟是女孩子。下一秒，宋爷爷就对着镜头大喊 6.6千克。爷爷走后，辉宝赶紧给自己爬出镜头外。姨姨们猜猜这只已经学会走路的小熊猫是谁？是辉宝还是瑞宝？将爷爷下班前来看了一下福宝一家。此时福宝已经进入了梦乡，而隔壁的乐宝也睡着了，但听到奶爸的声音后又睁开了眼。乐宝看到是奶爸后确认没有危险，便又继续闭眼入睡。舒适的乐宝睡梦中还给自己挠了挠痒。第二天将爷爷上班时来到了福宝园区，此时福宝也刚来室外园区营业。今天爷爷将竹子放在了小木床上和小瀑布旁，将爷爷表示在小瀑布旁吃东西感觉很舒服，就像是在野炊一样。福宝在小木床上吃完竹子后，走到了爷爷面前，和爷爷打了个招呼。福宝绕了大大的一圈，只为到饮水盆前喝口水。福宝喝完水后，发现了爷爷放置在小瀑布旁的竹子。福宝坐在小瀑布旁吃竹子的样子，画面感满满。爷爷表示这个样子的福宝简直太完美了。而隔壁乐宝的画风就有些随意了。姨姨们表示每次镜头切给乐宝时都会笑出声，乐宝实在是太搞笑了。一会儿爷爷再回来时，福宝爬到了树顶上去睡觉。秋日里的微风让福宝感觉很舒服，而且爬到高高的树上会少一些人群的吵闹声。爷爷表示树上危险，让福宝下来。这次福宝听了爷爷的话，小心翼翼地从树上往下爬。
中午福宝回家休息了一会儿，下午1点15，福宝再次出门营业。福宝先是绕到了小亭子后面，看了一下这次的小零食有什么。观察完毕，福宝便坐到了小亭子上，大快朵颐。先是来了块自己最喜欢吃的胡萝卜，开了开胃，之后再来一块窝头。福宝表示很是满足。晚上福宝下班后，爷爷来看福宝，看着福宝坐在竹子上的样子，表示福宝像是坐在沙发上一样。下一秒，福宝撅起屁股就在竹子堆里拉起了青团。爷爷问福宝：“这些竹子，福宝还没吃呢，怎么直接在里面拉起了青团？”福宝拉完青团后，爷爷坐在福宝旁边录结束语，顺便也让福宝和姨姨们说声再见。随着秋天的到来，一刮风，树上的落叶就会纷纷飘落到园区，而爷爷们每天都要为福宝清理好几次小泳池的落叶，因为如果不及时清理，小泳池用不了几天就会变成落叶池。而福宝则在树上看着树下正在忙碌的爷爷，用精神力为爷爷加油。爷爷打扫完园区，拿出手机为福宝记录着福宝在树上的可爱样子。将爷爷走之前表示，等福宝下来后，让游客们给自己打电话。福宝醒来后，看到园区外面有这么多游客，福宝挥着小手表示让姨姨们上来一起晒太阳。福宝躺下表示这上面很舒服的。福宝在树上的一举一动就和在地面上一样。福宝自己感觉没事儿，但观看的姨姨们吓得惊叫连连。福宝每一个动作都揪着姨姨们的心。福宝从树上下来，先是来到了自己小木床上，看看还有没有吃的，发现上面空空如也。福宝坐在大柱子前，回头看向姨姨们，示意姨姨们快给爷爷打电话，让爷爷来给自己开门。福宝这次没有等很久，很快爷爷便来到园区，给福宝将门打开了。当爷爷在自己的书中写道：爱宝和乐宝到达韩国时进行了5天的室内检疫隔离，以此来检查乐宝和爱宝到达韩国后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而当时陪将爷爷一起坐专机到达韩国的中国兽医和饲养员没有立刻离开，中国兽医在韩国待了3个月，而饲养员则待了5个月。在这期间里，我国兽医和饲养员也都在其参与管理等工作。当时爱宝是2岁半，而乐宝是3岁半，爱宝比乐宝小1岁。当时乐宝是正青春活力满满的时候，再加上乐宝自来熟的性格，对于陌生的环境很快便适应了。而且乐宝跟宋爷爷第一次见面时，乐宝也没有抗拒，而爱宝对于陌生环境的谨慎与敏感，这是令江爷爷最难忘的。为此，江爷爷连着陪爱宝睡了好几个晚上。但并不是所有情况下乐宝都是淡定自如的，同时也并不是所有情况下爱宝都是敏感的。就对待突发事物来说，乐宝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找回平静，而爱宝反而会很快的进行躲避，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冷静面对。除此之外，另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爱宝和乐宝日常进食的竹子。当时在明明和丽丽旅韩时，吃的则是韩国本地产的绵竹。就在江爷爷以为爱宝和乐宝也会喜欢绵竹时，事情却恰恰相反，爱宝和乐宝对于绵竹并不感兴趣，甚至渐渐影响到了他们的食欲。好在来韩国之前，江爷爷为乐宝和爱宝准备了我国产的王竹，用来应急。之后，江爷爷和我国专家便开始为乐宝和爱宝寻找竹子。在我国专家的推荐下，最后韩国采用了雪竹作为乐宝和爱宝的主食。爱宝和乐宝一直吃到现在，已经吃了8年了。而在爱宝到达韩国的第1晚，江爷爷表示爱宝1晚上没吃东西。江爷爷担心爱宝的身体，于是晚上直接睡在了爱宝身边。不知是不是因为江爷爷一直在身边，爱宝有了安全感。半夜爱宝坐在了江爷爷身边，吃起了竹子。之后，江爷爷为了更好的照顾乐宝和爱宝，江爷爷表示那段时间自己对知识渴望达到极点。江爷爷去报名了韩国的夜校，去进修了动物学，但慢慢又发现动物和植物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植物是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于是江爷爷又去报名了有关园艺的课程。慢慢的到了爱宝和乐宝谈恋爱的年纪，江爷爷又去学习了动物繁殖学。江爷爷表示自己因为读的是夜校，所以对于妻子和家庭一直都是有亏欠的。江爷爷表示，有一天自己晚上回家，发现女儿正在哭，自己便赶紧上前去安慰。江爷爷描述，当时女儿是到有人在抱自己后愣了一下，然后看到是自己而不是妈妈后，哭得更厉害了。江爷爷表示，当时自己心很痛，感觉自己对家庭的亏欠实在太多了。为此，江爷爷找了育儿专家寻求建议。江爷爷的性格就是遇到问题后就会立马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去逃避或漠视。也之所以这样，宝家这些年来才会过得如此舒适。饲养员们今天来到福宝的隔壁拥有瀑布的老虎一家，打算为其准备一份豪华的夏日套餐。
饲养员们在第一层上铺了满满的冰镇蛋白质，足足7公斤的牛肉裹满了整个蛋糕模具。第二层则是富含维生素的冰块，简单来说就是将水果或水果汁冻了起来，最后再给夏日套餐进行摆盘，这样便完成了。很快成年老虎们便走了进来，以及5只小虎崽子。老虎们走到冰镇蛋白质前开始享用，而此时饲养员们则在园区外面给老虎们弄着另一个玩具。饲养员们将昨晚提前冻好的冰球倒在了圆球盒子里，然后挂在了树上，再利用滑轮的原理在园区外面进行操控。饲养员想着不经意间给老虎们一个惊喜，但老虎们发现了头顶园区的异样，吓得跑走了，待在园区静静地看着。饲养员最后拉绳子拉的也有点累了，就给冰球打开了。冰球滑落的声音吓了老虎们一跳，而且老虎们似乎对冰球也没有很感兴趣。这一场完全是给游客们表演的，因为除了游客在惊呼连连，老虎们根本没有上前去看的意思。看饲养员一脸尴尬的样子，不禁对其有些心疼。今天是宋爷爷值班，宋爷爷照顾完爱宝后来到园区看福宝。此时福宝正在树上睡午觉，宋爷爷敲了敲小树，福宝醒了过来，但福宝好像没有看到爷爷，倒头又睡去了。爷爷走到福宝身旁，轻轻拍了拍福宝的小屁股。爷爷给福宝头喂了一块窝头，福宝直接一口全吃了进去，但窝头有点大，福宝这次嚼的时间有点久。而在福宝吃窝头时，宋爷爷一会儿揉揉福宝小肚子，一会儿和福宝小脚丫击个掌。宋爷爷这是1天没见福宝，有点想福宝了吧？而且可以看到福宝现在的脚丫已经比宋爷爷的手还要大了。福宝呆萌的小眼神，一边嚼着窝头，一边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游客。而宋爷爷则是一边给福宝喂小零食，一边玩福宝的小脚丫。一会儿，宋爷爷将手里的零食喂完后，给福宝抱了一桶竹子上来。福宝抱着爷爷的竹子，用自己小脚丫给自己挠起了痒。福宝这标准的挠痒姿势，花花要是看了肯定很羡慕。福宝挠完痒便躺了下来，福宝躺在小树上惬意地吃着竹子。这朴实无华的生活让多少姨看了羡慕不已。等一会福宝吃累了，翻个身便又可以继续睡觉了。宋爷爷正在检查双胞胎2号，宋爷爷轻拍熊猫宝宝的小屁屁，接着很多黄色液体便流了出来。爷爷帮助熊猫宝宝排便完，便将其放回了小被子里。接着爷爷拿来体温计为熊猫宝宝进行了体温测量。全部检查完后，爷爷将熊猫宝宝还给了爱宝。熊猫宝宝来到妈妈怀里后，既不吵也不闹，而且爱宝也没有要藏或挡熊猫宝宝，而是将熊猫宝宝露在外面。可见爱宝对爷爷的信任有多深，甚至像是故意这样的，因为这样方便爷爷们拿取。爷爷来到爱宝身后，给爱宝进行按摩，这样可以缓解爱宝的疲惫。按摩完后，爷爷接着为爱宝拿来了爱宝要进食的食物，但此时爱宝正在给熊猫幼崽舔舐身体，好像没有空去吃饭，而爷爷则是在旁边等待着爱宝。直到一会儿爱宝忙完，爱宝简单吃过几口竹子后，又继续给熊猫幼崽舔舐身体。爷爷再递过来时，爱宝便不吃了，直到爱宝自己觉得给熊猫宝宝舔舐完后才继续吃饭。爷爷表示很心疼爱宝，而爷爷此时能做的也只有在旁边等爱宝忙完，等爱宝想吃东西了再及时递给爱宝，直到爱宝吃饱为止。一会儿爷爷来到室外叫福宝回家。今天到了下班点，福宝迟迟没有想回家的意向，而上次爷爷喊福宝回家还是在福宝独立之前。福宝来到门口后又不想往里走了，爷爷怕福宝进去后又掉头跑出来，选择和福宝一起走熊猫通道。将福宝送回家后，爷爷又来到爱宝的身边。可以说爷爷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爱宝和2个熊猫宝宝身上，对福宝的照顾确实比之前少了一些。时间来到福宝的生日，爷爷正在为福宝的生日蛋糕进行固定。最后爷爷将自己雕刻的胡萝卜放置在蛋糕前面，这样一个生日蛋糕便完成了。这是福宝在韩国过的最后一个生日，所以爷爷们还在中间穿插了游戏环节，也算是感谢福宝粉丝一直以来对福宝的支持。这是福宝生日的前一天，爷爷们在家忙着为福宝准备生日派对。今天依旧是福宝的姨来为福宝放置竹子和小零食。一会儿福宝从门里走了出来，福宝绕到小亭子后面，看到了上面的胡萝卜和窝头。福宝看着小亭子上的胡萝卜已经开始流口水了，福宝直接从小亭子缝隙里伸手将胡萝卜拿了过来，蹲在地上直接开吃。福宝惬意的在地上将胡萝卜吃完，又伸手去拿窝头。看样子福宝今天的小零食要在地上解决掉了。福宝这2天的身材明显圆润了许多，或许福宝已经适应了这个强度的营业。福宝吃完窝头后，又从小亭子缝里抓了一把竹子吃了起来。看来福宝今天不想到小亭子上营业了，可能福宝感觉坐在小亭子后面更自在，没有人看着自己，吃起来更自由。就这样，福宝将竹子吃了一捧又一捧，根本停不下来。
甚至感觉福宝坐在地上吃竹子，比在小亭子上吃胃口更好了。福宝坐着吃累了，便躺了下来，直到福宝吃完，探头到小亭子上看了一眼，发现小亭子上没有吃的了，便跑去冰床上给自己降温。感觉凉爽后，福宝又去到了小树上，开启了美美的午觉。宝把姐妹俩放在室内，自己来到室外园区享受熊生。只不过一观看的时间不太对。此时爱宝正趴在小亭子上铲青团，爱宝铲着铲着还翘上二郎腿了，铲个青团都安逸上了。爱宝给瑞宝、辉宝放在室内园区撒手不管后，室内园区里的南天宝可遭老罪了。小滑梯旁边的5根南天宝已经倒下1根了，因为这根南天宝是从根部被掰断的，等待他的只有干枯灭亡了。而瑞宝给南天宝一顿摆弄后，像是个没事熊一样走去了小树旁，小嘴巴还在一直吧唧着，像是在嚼着口香糖。瑞宝自己在小树上玩耍着，给小树当成了滑滑梯。眼前这棵小树，瑞宝爬了一会儿，感觉没意思，又换到了另一棵小树上。今天瑞宝是调皮瑞，不断在小树上爬来爬去的。一会儿，爱宝回到室内园区，爱宝趴在小滑梯上休息，瑞宝就骑在爱宝头上爬来爬去。爱宝深深呼着粗气，心中默念轻声的轻声的。爱宝表示还是自己独自在室外园区舒服。爱宝忍受着瑞宝的折腾，没有一点脾气，随意瑞宝在自己身上翻来覆去。但瑞宝不光黏着妈妈，还要在妈妈头上做标记，最后折腾的爱宝实在忍受不了了。爱宝转了个身，倚靠在了小木床的床沿上，直到一会儿宋爷爷的出现，这才让爱宝摆脱了姐妹俩的折磨。爱宝回房间休息，宋爷爷来到园区给爱宝带娃，姐妹俩凑在饮水盆前轮流喝水。宋爷爷拿着手机给姐妹俩记录着这可爱的模样。今天姐妹俩都有点腼腆，都没主动去找爷爷玩，而是宋爷爷主动靠近姐妹俩，姐妹俩这才渐渐敞开心扉。宋爷爷用手学着辉宝走路的样子，和辉宝玩耍。辉宝像是害怕了，有点应激，一巴掌抓在了爷爷的手上，手套都给抓破了。宋爷爷防止姐妹俩给手套碎片误食了，便先将手套的碎片放进了另一只手套里。而宋爷爷的手也是明显可以看到被抓破了，可能宋爷爷对于这种事情已经习惯了。宋爷爷没有立刻去处理自己的伤口，而是继续在园区陪姐妹俩玩耍。两个爷爷在疼爱姐妹俩的同时，也要记得保护好自己啊。一会儿，宋爷爷看了看手表，意识到该去给爱宝开门来园区了。宋爷爷离开园区，并叮嘱姐妹俩乖乖等妈妈出来。怎么爱宝的双胞胎大宝和二宝的色差这么明显呢？一个锅巴色，一个雪媚娘色，或许是大宝在妈妈身边久一点的原因吧。不过现在大宝和二宝的体格子已经比出生时大了数倍不止，爷爷运输盒都快要放不下了。爷爷带着二宝去见姐姐了。爷爷将大宝和二宝放在一起，爷爷左手边的是大宝，右手边的是二宝。爷爷表示大宝变得有点黄了，和妹妹有了明显的色差。不过这也让姨姨们除了识别熊猫宝宝的背部图案形状以外，又多了一个识别点，黄色是大宝，白色的是二宝，一眼便可以分辨出来了。姐妹俩都很活泼，不过二宝明显看上去更清秀一些，而大宝明显走了大姐姐福宝的路线。之后爷爷将二宝给爱宝还了回去。接下来二宝要开启为期10天的互换生活的时间，不知道10天后二宝会不会变得和大宝一样成为锅巴色。一会儿爱宝吃完竹子后来到了二宝身边，爱宝将二宝放进怀里。此时熊猫宝宝明显没小时候好拿了，爱宝给二宝喂完奶后将二宝放在身边开始睡觉，而二宝也没有了小时候那般嗜睡，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活力了。二宝在妈妈身边练习给自己翻身，在二宝的不懈努力下成功给自己正了过来，然后开始学习攀爬。看二宝后腿努力用劲的样子，看样子长大后应该不会让妈妈省事，又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公主。一会儿二宝跑到妈妈身边给妈妈惊醒了，爱宝瞪大眼睛像是在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学会走路了，很是惊喜。之后爱宝将熊猫宝宝小心翼翼地叼到一旁，放在怀里给二宝喂奶，而爱宝则是一脸没睡醒的样子。福宝刚才在妈妈青团上打了个滚儿，身上沾满的青团残渣就是证明。福宝嘴里还不停地吧唧着什么，不会是刚才不小心蹭进去青团了吧？一会儿福宝转身去妈妈身边时，手上又不小心压到了青团。福宝带着沾满青团的身子来和爱宝贴贴。福宝趴在妈妈胳膊上，一只脚踩在扶手上，另一只脚踩妈妈身上和妈妈贴贴。但爱宝此时正在睡梦中，没空陪福宝玩。福宝躺在小亭子上自己玩着自己的，一会儿嚼嚼竹叶，一会儿在小亭子上打个滚儿。吃竹叶时福宝还不小心蘸了蘸青团，吃饱的福宝
再次来到妈妈身边，福宝学着妈妈的样子坐了下来，还舒服的给自己挠了挠痒。爱宝在福宝的折腾下逐渐醒了过来，福宝怕妈妈打自己，顺势躺了下来，立马变得乖巧。可能是刚才的竹子福宝没有吃饱，福宝看到妈妈换了个姿势，立马钻到妈妈怀里吃起了奶。爱宝试到疼痛后看了一眼，看到是福宝后换了个姿势躺了下来，让福宝别吃了。福宝从妈妈怀里钻了出来，爱宝一巴掌拍在福宝脸上，挡住福宝的眼睛，问福宝：“猜猜我是谁？”福宝让妈妈不要闹，成熟一点。一会儿，福宝又在园区啃起了爷爷种植的油菜花。爱宝看到自己的油菜花被福宝啃坏了，直接给福宝拖到了数米远，给福宝上了一课，教育福宝要善良。爱宝叼着福宝在地上一顿收拾，爱宝对着福宝从坡上打到坡下，福宝在爱宝面前就像是个皮球一样被叼来叼去的。等爱宝转头离开时，福宝又叼起了一根油菜花。明显刚才爱宝的教育，福宝一点也没听进去。爱宝转头又看到福宝作案，直接给福宝拖到了一边，直到爱宝看到回家的门开了，才对福宝停止了教育，回了家。而福宝看到妈妈回家了，又开始对油菜花施以毒手。你知道为什么爱宝总是爱揍福宝吗？来听听爷爷是怎么回答的。都知道小时候的福宝对爱宝来说就像是皮球一样，福宝随时会被爱宝拍来拍去。爷爷表示，爱宝对福宝这个随意的状态其实是正常且自然的现象，也算是在培养福宝对天敌的攻击或防御，是在教福宝学习这些技能。而爱宝对待福宝的样子，虽然看起来会像是在打架或单方面攻击福宝，但如果把这个行为当作是在教育福宝学习，心里就会舒服多了。而且爱宝对于福宝的照顾是很用心的，爷爷表示，就连爱宝吃饭时也会时不时的去观看一下福宝在干嘛，是否安全。看似爱宝对福宝很随意，但每一个细节都是在呵护着福宝。有网友提问说，爱宝特别具有攻击性，还有人觉得福宝好可怜。爷爷表示，那肯定是这个人只是看了一些片段，对爱宝和福宝的了解太少了，因为爷爷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因为如果福宝觉得害怕或者痛的话，福宝是不会回应妈妈的，而是直接逃跑或躲避。之所以福宝会回应，那是因为福宝和妈妈在一起很享受，也很喜欢妈妈这样对自己。之后又有人问江爷爷，福宝不会有受伤的危险吗？爷爷表示，爱宝在和福宝玩耍时会有意的将自己锋利的爪子收起来，在拍打福宝时则是去用手掌，而不是去用爪子。除此之外，还有网友问，爱宝有着强烈的母爱的理由是什么？爷爷回答道，爱宝也是亲自通过自己的妈妈自然哺乳而长大的，好像就是长大的过程中传承下来的。而同时，福宝现在也是在一边享受着妈妈的母爱，一边记忆着妈妈现在对自己的样子。有了爱宝的教育，以后福宝在当妈妈时也会像爱宝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你以为福宝的邻居只有小熊猫、大象、老虎和蝴蝶吗？其实还有很多大家日常没有见过的动物，而这些动物则是由江姨姨负责。跟着江姨姨去看看吧。姨姨先是采摘了一些树叶，姨姨拿着这些树叶来到了一个类似洞穴的房间里面。原来这里面生活的是树懒，进到这里会感觉时间都变得慢了下来。姨姨将一根树干搭在室内和室外之间，用途是给树懒提供去往室外的桥梁。树懒走一步要按分钟计算，这很磨练姨姨的耐心，因为有时树懒还会爬着爬着睡着。一会儿，姨姨来到另一个园区，用水对园区进行冲刷，以及将落叶等垃圾进行清理。而这个园区里面住的动物则是浣熊，又被称为干脆面，因为浣熊有个习惯，不管吃什么东西都喜欢先放在水里洗一洗。这个在北美泛滥成老鼠一般的浣熊，在这里却是另外一番可爱。动物园不只有地上爬的，还有天上飞的，眼前的则是白猫头鹰，又被网友们称之为苏格兰圆脸胖鸡。前面的动物或许有些大家都有所耳闻，但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个大家认不认识。它们长相像鼠，又像兔，却又长有獠牙。它们喜欢躲在陡峭的岩石上，它们名叫蹄兔。不同的动物一一同样的对待，从不会偏袒谁。之后，姨姨以及其他饲养员开始为动物们制作食物。首先是蹄兔的甘草，甘草是不是有些眼熟？之前宋爷爷给福宝也带去过，只不过不是用来吃，而是让福宝用来玩的。之后，姨姨又来到了园区年纪最大的动物这儿，是一只陆龟。对于龟爷爷的清洁，姨姨则是用一块湿布对其进行擦拭，就像照顾一位年迈的老人一般。一会儿室外下雨了，姨姨来接树懒回家了。树懒回到家后，姨姨拿来了香蕉给树懒吃。一会儿，一只园区最有气味的小朋友来到树懒房间串门，它是一只臭鼬。臭鼬吃着刚才树懒没吃完的香蕉，也算是